本节目由美光科技赞助播出。去你的虎克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能望向更遥远的彼方。第一定律：谈运动，东西有推才会动，不动就是不会动，会动就会继续动。第二定律：谈运动。推力会让东西变快、变慢，运动改变的方向就是推力的方向。这奇怪，好像还有其他现象没办法解释啊。是因为碰撞后的球停下来了吧？靠，你从哪里进来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透了你的心，演的全是你和我的电。不是啦，你又看透了什么？如果说物体运动需要施力，那又是谁对撞击后的球施力了呢？哼，滚啦！施主。你推我不也是我推你，我俩互不相欠。哦，是啊，那我这样子呢？施主，你用手打我的脸，我的脸也打了你的手，我俩互不相欠。神经病，那就让我多打几下好了。施主，既然你这么想打，就打我的肚子吧，用全力。这种要求我一辈子没听过啊！好痛！施主，你可感受到我打你了呢？有。你打我就是我打你，这个是不是能用来解决我的碰撞问题啊？牛顿在完成第一与第二运动定律后，碰到了一个难题，那就是滚动的球在撞击的时候对静止的球施了力，使得静止的球开始运动。但是是谁对滚动的球施力，让它停下来呢？后来牛顿在禅师的引导下，剧本是谁写的？根本没有禅师啊！后来牛顿认为这道难题就像用手用力打脸，手也会感觉到被脸打。那么这两颗球是不是也像这样互打互撞呢？所以他认为，当滚动球撞到静止球的瞬间，滚动球产生了一个力，称为作用力。同时，静止球也产生了一个大小相同、方向却相反的力，称为反作用力。这才解释了滚动球停下来的原因。而这个概念也让人们理解到，宇宙万物受到的力是互相的，全部都是交互作用。这就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。而这正是牛顿力学的最后一片拼图。这些拼图让牛顿拼出了大自然的所有规则，并写下了传说中的非常好，我终于完成我的旷世巨作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。现在，曾经对物理毫无兴趣。善哉，施主既看破红尘，何不皈依佛门？归你个头！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你瞎说鬼！不行啊，这样子能播吗？那施主，你还有什么夙愿未了呢？明初的
的去，前进的来，牛顿发大财！施主，跟着 C 副走，钱自然进得来。哼，这太慢了。我刚收到消息，政府要我去当造币局局长，以后我只要坐在办公室，钱就源源不绝流进来了。牛顿爱吃小苹果，自然哲学我开拓，没人懂得比我多，大家都在崇拜我。牛顿在完成旷世巨作后，就跑去研究金币当局长，钻研神学发期刊，参加政治找牛粉，但是就再也没有继续研究物理。有人说，一定是牛顿自以为他已经找到大自然所有的规律啦。也有人说，我看是牛顿妥协了吧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是谁创造了大自然的规律啊。在牛顿居居的那一天，法国的思想之父伏尔泰刚好逃到英国，遇到了牛顿的丧礼。当时他看见英国的人民因为牛顿的学说而开始崇尚理性，提倡科学，相信未来，觉得牛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于是伏尔泰成为了牛粉。后来他发起了启蒙运动的后援会，提倡牛顿的一切学说，也让后来的物理学家都成为了牛粉。嘿，来，看，无看你会了一部上好上赞的拢伫遮来。今仔日咧，我是顶港有名下下港上出名的法国思想之父伏尔泰啦。今仔日来到这是要甲你介绍啥咧？就来介绍这个小牛顿啦。吼，这个即马活红咧，你敢知？为校口到蛤蟆，每一个阿公阿嬷拢知影啦。我讲到喙角全部，你嘛加加当问起学校自然老师哦，逐工拢咧讲啦。我来甲你讲哦，这个上场啊，要倒转去是当创啥咧？这要倒转去吼，放咧面床头甲面床顶，当做神主拜咧拜吼。每一工甲伊拜一个吼，弟兄马上8百，考试马上100分啦。讲有偌厉害，拢有偌厉害呢哦。上场啊，来，今仔日这个买偌济咧？100讲卖去90无义气，80讲落去70会收去，69收贵，50送互你啦。来，一只50，买袂起嘛袂要紧，我有较细只的30一只，大细只无共，但是效果相共。吼，有人要买无？50。啊！我讲甲嘴角全部爱字句的，拢无爱当做我是啥咧吼？你敢知影顶摆买倒转去人，即马拢安怎？拢变做歌手啊呢？哈，拢唔相信无？咱来看一个 VCR。牛顿之前，我是个军官；牛顿之后，我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啦。牛顿之前，我不懂万有引力。牛顿之后，我测出了万有引力常数。牛顿跟我没关系，但我成为了电学的牛顿。牛顿之前，我是快乐的；牛顿之后，我能考0分。我们都在牛顿物理。牛顿物理成绩崩溃。哦，各位观众。安尼敢有心动啊！你看，拄啊这些普通人拢变做歌手啊！哼，我才不是嘞！哼，你什么时阵变咧遐的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牛顿，或是被苹果砸到的故事，其实都是伏尔泰创造出来的。其实啊，牛顿是一个大屁孩，像是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完成这部巨作，其实是在嘲笑虎克很矮。也因为呢，他非常的讨厌虎克，甚至在虎克死后还把他留下来的东西全部都烧掉了呢。